我想现代人就算没搭过飞机，应该也对满天的飞机不陌生吧？只是你们猜猜看，这么大一台飞机，到底要怎么用3D 列印印出来呢？很难想象，对吧？那我问你们一题比较简单的，你知道飞机的飞行原理是什么吗？什么？这也很难。别急，我们一步一步来。想知道飞机是如何印出来的，就要先知道它的制作方式。走，我们去看看这飞翔铁鸟是如何诞生的吧。我们已经到成大校园了，待会呢，我要去找航太系的主任赖主任。喂，主任，对我到了，搜救在哪里啊？气管前面。好，我马上过去。好像什么事情发生嘞？你们看那个直升机好像很严重哎，赶快！哎，主任在那里。主任，发生什么事了？是啊，我只是约你说到这个搜救直升机旁边来而已。你不是说要搜救吗？对啊，这是搜救直升机啊，这个是我们去年空勤总队送我们的吉祥物。哦，原来搜救直升机前面哦。是。我以为主任你说要搜救哎，吓死我了。是，这个飞机本来是用来做搜救任务的。那么去年就是结束任务退休了，所以送我们学校作为小主任。他还是自己会过来的哦。哦，这么厉害！其实主任，我今天来是想要跟你了解，到底飞机的制造原理是什么啊？是，这个说来话长，那我们进来里面用一点时间来跟你解释好吗？好，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是。其实飞行原理主要就是要谈它是克服地心引力。那么我们必须产生足够的升力来克服它的地心引力。像这一部定翼机就是有比较大的翼面积可以产生升力。那当然也要有一个相对速度。这相对速度就是引擎带动螺旋桨，然后来产生这个相对速度。那这样子可以让飞机在天上这样的飞行跟停留。主任，你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到底引擎是长什么样子吗？是，我想我们楼下这边有很多的涡轮引擎，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哦，好。是。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涡轮引擎的内部解剖构造图。哦，我知道，这个是涡轮叶片，还有传动轴嘛。是，没有错。我们涡轮引擎里面主要有3个大的 component 哈。一个就是压缩器，那再来就是燃烧室，再来就是涡轮叶片，那其中我们这个是空气一进来，经过压缩器压缩变成高压，然后再进到燃烧室，经过混合这个喷油嘴的油，那就达到燃烧，那再透过涡轮来做功，那其中一部分来传动我们前面的这个压缩器，那其他热气就是做后面产生做功，产生推力。哦，原来就是这样的原理，让引擎可以产生推力，让飞机飞起来。是。主任，那引擎内部所有的零组件都可以用3D 列印印出来吗？是的，理论上都可以印出来。真的假的？是的，因为现在3D 列印除了塑胶零组件以外，也可以做金属的列印，所以不同的金属材料也可以列印不同的金属的这种零组件。那现在目前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厂商，他们已经开始拿来做像喷油嘴这个压缩机叶片或涡轮的叶片，这些比较高曲度、高复杂的这些零组件，如果用3D 列印的话，它可以做一些整合设计，可以减少它的整体零件的数量，那就更有效益了。所以就是降低它的成本吗？是。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原来利用3D 列印制作飞机，不是像列印假牙那样一体成型，而是把零件一一印出来后再组装。赖主任说，我可以跟航太所的同学一起制作小型无人机，试做过后就能明白3D 列印如何参与制作飞机了。我想问一下，
这一台无人机它有哪些地方它是用3D 列印去做出来的？像我们这一台的话，我们的就是脚架的部分，还有我们有做了一个盖子，最后可以盖上它的全部的金属，让它比较好看一点。哦，所以那其他地方不能用3D 列印做吗？基本上，其实你看到的机架，除了电子零件以外，都可以用3D 列印做。那为什么这个叶片不能用3D 列印做啊？叶片其实如果你要的话也是可以，可是因为叶片它本身比较薄，你用3D 列印做的话，它也不符合经济效益。对。哦，有，刚刚赖主任有提到。没错。那你觉得3D 列印对你们航太系的学生有什么帮助吗？我举个例好了，那例如像虽然说刚说桨不能做，那可是万一我们有学生想要设计一个不同曲面的桨或是怎么样，他就可以先用3D 列印去印出来模型，那去实验看看它的效果如何。那如果确定 OK 以后，我们再去开模制作，这样也比较节省成本，而且在设计阶段的话也比较简单，而且速度很快，对，就不用还要等开模，然后再回来，就直接印出来就可以测试，没有错。而且我发现你们的设计跟原本的不太一样这一支的设计，我们把它的脚往外移，让它的重心可以比较稳一点。像这个，因为它本身是塑胶做的，然后它的脚又是比较内侧，所以它在降落的时候都很容易晃，很不稳。对，哇，所以你们帮它做了改良没错。3D 列印拥有不用开模，可以少量制作、高度客制化的优点。刚好可以帮助航太系所的同学们进行无人机的开发跟改良。耶，完成了！那我们去试飞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耶！飞呀飞呀！3D 列印的飞机超厉害的！哇，翱翔天际耶！哦，降落成功。好，我们先解锁。哦，好，我们起飞。哦，成功哎！我亲手制作的空拍机真的飞起来啦！嘿嘿嘿，第一次坐飞机就上手啦！哇，好，感觉 OK， 哇！失败了！我们还有剩一只脚吗？大家冷静，不怕不怕。3D 列印的优势就是可以及时针对产品缺点进行修改，而且不用开模，就能列印一个修正过的新产品出来了。3D 列印无人机修好了，耶！下次试飞就由我来操控，一定会成功。来吧，好，起飞。起飞。好，推一点油门。好。哎，有了有了。好，准备哦。好。好，来。起来起来起来！好 ，OK。来 ，OK， 再。好紧张啊！希望这次试飞不要再失败了。好像成功了哎！你飞得很好哎。是不是？真的是第一次飞吗？我可以往上带吗？好，好，来，我慢慢飞远哦。好，油门拉高。哇，那我认真问你问题。你觉得会飞飞机的男生很帅吗？我觉得看人啊。那我呢？觉得还。那我先走喽。等一下，很恐怖哎。很帅。刚刚我们已经用3D 列印成功制作出无人机，但我想要用在航太业上，应该还是要选用更高强度的材料吧。所以现在我们来试试金属列印喽。哇，嘿，这台金属列印它的成型原理是什么啊？它这一台是 DED Direct Energy Diffusion， 直接能量沉积，对吧？对，它是透过2侧的送粉管将粉末输送至中心，再透过雷射将它融化，直接沉积在我们的加工轨道上，以此一层一层的堆叠形成零件。可是我看这台机器就是 CNC 啊，怎么会是3D 列印机啊？因为这台是我们自己组装的，这台是我们成大先进制造计划
团队一起共同组装成的。我们将购买来的5轴加工机预留了一个油压平台来加装雷射，然后并且还有将我们5轴加工机跟雷射的控制器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透过这个控制面板，然后输入 M 码跟 G 码，就可以成功的进行加减复合的加工。透过自行开发的3D 列印机，像成功大学这样的学术单位，就能不断设计、改良出适合运用在各种领域的金属列印技术。所以它这个是什么样的材料啊？这个是 Inconel 718，它是专门应用在航太领域的材料。因为我们涡轮机是处在一个非常严苛的环境，对，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耐高温且耐蚀性良好的材料。可是我看这个应该是成大的缩写吧？对。那如果我们真的列印出来，用这样的技术，它是可以用在航太上面的吗？我们会进行微结构分析，来观察这样子的材料结构是不是符合航太的标准。没错，因为是要使用在航太设备里的零件，所以印出来的成品不能有一点闪失，必须100%精准。在列印完成后，还要进一步进行许多的测试。我们现在要来做微结构分析喽，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开始吗？进行微结构分析之前呢，我们会先做晶象实验。晶象实验这是什么啊？晶象实验呢，它会包括2个步骤。第一个是研磨，第2个是抛光。研磨，所以研磨是要磨这个材料表面吗？对，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表面上面有一点点的污染物，所以研磨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个污染物去除掉。所以这个水是要带走它的材料吗？对，就是把那个表面的污染物带走的。那这片应该就是砂纸吧？对，它就是砂纸这样。所以就是利用砂纸去磨表面，那些肮脏物的碎屑就可以用水把它冲走。对。那通常这个试片要磨多久啊？要磨到它的每一道刮痕的方向都是一致的，然后均匀这样。经过研磨跟抛光的晶象实验步骤，金属列印零件会变得像镜子一样光亮。接着就要进行我们的重头戏——微结构分析。易经，你有看到什么吗？看到一条很长的黑色裂缝。这就是因为我们今天3D 列印参数如果没有调控好的话，就会有这些裂痕的产生。所以说如果3D 列印的参数有调好，就不会有裂缝喽。没错，你看一下旁边这个试片，好，就是我们有调控好的参数。有吗？它的裂缝就不见了，真的都没有裂缝哎。对，那这就是有调控好的情况下，就会比较完整一点。真的。每次列印制成的不同，都会让零件的微结构完全不一样。所以，透过显微镜观察，可以知道每次列印出来的零件状态究竟如何，借此找出最完美、最合乎航太零组件要求的3D 列印制成参数。博士啊，刚刚佩仪有说我们是要来做微结构分析，对。可是我刚刚只看到裂缝啊，没有看到其他的结构哎。对，因为我们一般裂缝分析完之后呢，我们会再做一些后处理，然后呢再一样拍光学显微镜。那拍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会有长条形的微结构，或者是6边形的微结构。那哪一个微结构是适用在航太业上的我们一般在航太业上是比较建议使用长条形的微结构，因为它在高温下的时候，它比较不会发生破坏的现象。所以透过微结构分析，还有3D 列印不断的尝试，就可以更符合航空零件的需求了。用3D 列印技术来制造飞航零件，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发展，那就是国防军机的制造。说到国防，应该是很机密的资讯吧？据可靠消息指出，国家机密就藏在这神秘的组织里。大家脚步放轻一点，机灵一点。GPS 定位就在这里，没错啊。那怎么都没半个人啊？嗨，杜总，你在这里哦，找你找好久哦。听说你们这里有国家机密，可以赶快带我去看一下吗？好啊。
待，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国防机密藏在这里。好可爱哦！你们看，真可惜我没有耳洞。你看，你也可以戴戴看这我要个。看这个，哎，不对啊，杜总，我是在找国家机密的，怎么这边都是文创商品啊？我是不是走错公司了？没有错，这是我们公司以前在做的。对。那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就是我们未来的转型的部分是要做航太金属基层制造的。航太金属基层制造的零件，怎么跟文创商品差这么多啊？这是因为我们在想说公司未来能够做哪些事情，那的一个转型。哦，那杜总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航太这方面呢？我几年前去清华念EMBA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前工研院长史清泰，老师他跟我讲说，做事情一定要看远，要看未来10到20年。那以3D 电影来讲，他问我说未来10到20年会是哪个产业，我就说这是航太。只是因为这样我去做转型。不对啊，我今天是要来找国家机密的。杜总，你刚刚这样嘘完，然后就没有跟我说啦。现在可以跟我说一下，到底是什么国家机密吗？因为我们要做航太，那基本上航太在台湾没有这个产业，除了中科院。那我们过去几年也跟中科院做了蛮多的业界合作专案，那受到了中科院飞弹所任副所长的一个鼓励，还有一个协助，所以我们在今年的4月20号，我们就在那边弄了一个研发中心。研发中心？对。那我可以去看看吗？可以啊，可以啊。那我就请我们邱博士在那边好好接待你喽，好不好？谢谢杜总。听杜总说，他们在中科院里的研发中心是为了参与国机国造计划里的 A-Team 而设立的。A-Team 听起来好厉害哦，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组织呢？邱博士，这里就是 A-Team 的工作现场吗？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做3D 基层制造列印的工作现场。A-Team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啊？那 A-Team 其实跟我们航太业原先是没有直接相关。A-Team 最早的起源就是做脚踏车。那脚踏车以前我们在台湾是非常大的一个供应国。那后来大陆崛起，它以低价来竞争，所以说我们慢慢就流失很大的市场。1年可以出口1000辆，到变成1年只出口400万辆，所以说差别是非常大的。博士，那 A-Team 怎么会跟航太有关系呢 ？OK， 好，因为当时的脚踏车这样状况很不好，所以说经由这样 A-Team 的运作，它从下游到上游一连贯的这样协力合作，所以说把台湾的脚踏车产业就做起来。所以说非常的成功，所以说才有今天的巨大，才有今天的美利达。所以说现在台湾要建造自己的教练机，国机国造这个计划，所以汉翔也引用类似这样的一个计划来做，所以也成立所谓的航太 A-Team。那我们在大概5年前的时候开始切入基层金属的制造，那金属制造这一块才可以用在未来航太的领域。那航太领域这一块特别针对的品质非常要求，我们就是专机专用，一种机器只用一种粉末。所以说我们不会更换其他的粉末，所以说高品质的要求。那另外在这一块，你必须进入这个航太领域，还要经过认证。哇，所以航太产业对这种安全还有品质的要求非常非常高哎。没错。透过 A-Team 去整合台湾的3D 列印金属上下游产业，就能更强力支援我们的军机自制计划。现在印的就是我们将来可能会放在飞机上，放在航空器上，或是放在天上飞的物件里面启动的一些零件。用3D 列印去印航太的零件？那当然咯，而且现在就是说，以目前这样的雷射，在这样的工作底下，它可以把这个粉末融得非常好。所以说，做这种航太零件的制造，航太零件的产品，在做之前都要先做一些测试片。去测试它这个材料符不符合这些规范，这些规范如果符合，你才有办法确定，就是说你做的零件将来才可以放在天上飞的物件上面，这样才安全。那当然，列印出来的产品，再经过后处理工序，就成为可以实际运用在航太设备里的金属零件了。博士啊，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我们学校的5轴 CNC 就做得出来了，为什么一定要用3D 列印机呢？你是来拆台的吗没有，我有机械工程的背景嘛，我当然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啊。 ？OK， 好。当然，我们做基层3D 列印跟传统5轴 CNC 的加工当然有差别。传统的5轴 CNC 加工，它一次可以做几个？一个。你有看到我们这个板子的大小吗？1个、2个、3个、4个，所以我一次可以做4个。哦，所以这就是它的优势。可是你看，这个是刚刚我们列印出来好的样子吗？对。那可是我看的样子好像还是要再经过精加工啊。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 ？OK， 好。我们现在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传统的做法就是把这整块去挖出这个形状。所以说我们材料要浪费很多。第二个部分，我时间也要很长。那如果说我们用3D 列印来做出来就有一个这个外观。所以说它去修的时候，只要靠边把边边一点点修掉就可以了。所以说它在时间上面，在材料上面，所以说整个成本都会比较有优势。所以说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所以说3D 列印才显现出它的价值。除了节省材料跟时间，制作航太物件时，还有很多结构复杂的零件是靠传统工法难以制作的。这时候就是不受限的3D 列印大展身手的时机啦。副所长，那这样听起来，3D 列印用在航太产业里面，台湾已经有自制的能力。那中科院又是这方面的领头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计划？是我们完成了国内第一套的自主机台之后，我们认为有机器设备，但是把东西做出来要真正能够用上去，所以我们在106年成立了一个计划，叫做大型的航太金属基层制造全制程验证开发计划。那这个计划其实目的就是要当领头羊，引导国内参与金属基层制造的业者，包含粉末的业者，包含这个制程的业者，包含后加工的业者，都能够投入到这一块。那由我们中科院我们自己需要的一些航太元件来，因为我们有测试场域嘛，有验证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可以引领他们一起加入到这个产业来。所以我们在106年就成立了研发联盟。把这相关的业者一起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起讨论相关的技术。我们未来希望这样的这个全制程的工法全部打通了之后，能够不仅做国内的单，也能够去打世界杯，去接对国外这个航太产业他们新制程工法的一些工件的一些单世界杯是。那希望我们台湾未来可以在这个世界杯取得好成绩。是。